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枯田秀吾先生所著的《哈佛、斯坦福、牛津大学科学证明的惊人习惯大百科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那些即便什么都不做，人生也能顺利的人，全都养成了这个意想不到的习惯。第二，20意志力也能养成的超级习惯化技巧 Top 3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那些即便什么都不做，人生也能顺利的人，全都养成了这个意想不到的习惯。这里要介绍的第一个习惯是人生顺利的习惯，不是泡脚，而是泡手。最近单纯泡脚在冬天非常流行，寒冷的冬天泡脚非常舒服。不过对于没有太多时间的人来说，更推荐泡手。这和泡脚类似，只不过是把手浸入温水中进行保健。有研究显示，对脑血管疾病患者，如果将手指到手浸入38摄氏度的温水中10至15分钟，不仅可以缓解疼痛，还能增强舒适感。此外，还有研究表明，这种方法可以提升患者从脑血管疾病导致的麻痹中康复的动力。我们身体中感受温暖最敏感的区域，其实是手指、手掌和前臂，而手部血管中集中了大量自主神经系统。温热手部可以让自主神经放松，从而产生安全感的效果。实际上，这种效果在医疗领域也有应用。例如，对于因麻痹等障碍无法入狱的患者，通过泡手可以获得与入狱相当的效果。因此，当感到压力或疲劳时，只需将手浸入温水中10分钟，就能非常有效地放松。当然，如果身边有温泉，有时间的话，泡温泉来重置心情也是非常有效的。有研究让女性泡10分钟温泉，结果显示脑电波、心率、体温、寒冷感和自主神经指标都得到了改善。脑电波分析显示，悲伤情绪下降，放松感增加。此外，睡眠质量提高，第二天的干劲和专注力也会提升。因此，有时间时建议去温泉。如果没时间，也可以在家用38摄氏度温水泡手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2个习惯是人生顺利的习惯是去电影院看电影，而不是在家看电影。看电影是一种非常愉快的娱乐活动，但在电影院看电影实际上相当于进行轻度有氧运动。英国的一项研究中，受试者佩戴生理监测传感器，在电影放映的2个小时中观察身体变化，结果发现，电影观看期间心率显著上升，健康的心率状态持续最多45分钟。这种心率上升相当于快走等轻度有氧运动，对脂肪燃烧等健康有多种好处。此外，在电影院观看电影对心理也有积极影响。美国一项大学研究显示，高娱乐性的电影有助于心理放松和压力恢复。去电影院的体验还能让我们长时间集中注意力，保持专注力和注意力，对精神恢复力非常重要。如果在家躺着用手机看电影，很容易分心去做其他事情，但在电影院无法随意暂停，需要连续集中大约2小时。这实际上对大脑是很好的训练。日本针对老年人的研究也确认了电影观看对心理和大脑的积极影响。研究通过脑电波数据和唾液压力分析发现，在电影院观看电影可以降低心理焦虑状态。而另一项研究则显示，在家用手机看电影会增加无聊感。外出本身就相当于轻度运动，即使不是每次都去，也建议偶尔进行。接下来要介绍第3个习惯，人生顺利的习惯是跳绳10分钟后进行补水。为了健康，睡眠、饮食和运动是不可或缺的。其中，有氧运动对于50岁以后的人来说尤其重要。然而，许多人一听到有氧运动，就会想到跑步，觉得有点麻烦。跑步需要准备专业跑鞋，而且在户外进行，雨天无法完成，还需要防晒等，确实有很多麻烦。但实际上，有效的有氧运动并不只有跑步，只要跳绳10分钟，就能获得非常显著的健康效果。跳绳作为有氧运动，
具有高效的脂肪燃烧作用，能在短时间内降低体脂，同时它还能提高心率，向大脑输送氧气，适度增加肺部和心脏负荷，还可以增强肺活量，毛细血管也会得到锻炼，运输氧气的能力提升，从而增强耐力和体力。实际上，有些运动员已经将跳绳作为日常训练项目，因为跳绳可以在减脂的同时锻炼体力，这种看似矛盾的效果可以同时获得。因此，初学者可以先以每分钟约60次为目标，连续跳3分钟，然后稍作休息，完成3组，这样几10分钟的跳绳运动就能带来显著的健康效果。此外，研究还发现，跳绳不仅对身体健康有益，还能提升学习能力。也就是说，跳绳可以提高大脑的活性。顺便提一下，另一种意想不到的促进大脑活性的方式是饮水。英国伦敦大学的研究表明，在专注进行任务之前饮用约500毫升水，能比不饮水时让大脑明显更加活跃。很多人习惯在工作前通过甜食或咖啡来提神，但甜食会迅速提高血糖，咖啡则含有咖啡因副作用，而水则没有这些问题。因此，将饮水作为习惯，不仅有助于维持健康，还能激活大脑。在需要专注工作时，建议先进行10分钟类似跳绳的运动，让呼吸加快，然后及时补水。你会发现头脑会异常清醒。接下来要介绍第4个习惯，人生顺利的习惯是在吃饭前轻轻拍打额头。近年来被称为食物过剩的时代，很多人可能都在为吃得过多而烦恼。其实，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防止暴饮暴食，那就是轻轻拍打额头。纽约一家医院的实验显示，让有肥胖倾向的受试者用手拍打额头30秒，结果发现他们的食欲可以减少1半，最多甚至降到原来的1/3。实际上，这种拍打不仅可以减轻食欲，还能稳定我们的心理，缓解压力。研究还发现，拍打不仅限于额头，拍打太阳穴、眼下或下颌等部位，也能缓解压力和焦虑。我们暴饮暴食的原因，很多时候并非出于真正的饥饿，而是因为压力。为了暂时忘记这些压力，人们才会选择暴饮暴食。通过拍打额头缓解压力和焦虑，自然就能让食量恢复到正常水平，从而防止过量进食。此外，本书还指出，过度忍耐饥饿对心理不好。为了减肥而过度压抑自然的饥饿感并不推荐。饥饿会导致与心理稳定密切相关的幸福激素血清素下降。饥饿时容易烦躁，就是因为血清素不足，而血清素长期不足可能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。过度忍饿导致血糖下降，也会让烦躁情绪难以控制。因此，不建议勉强不吃，而是把拍打额头作为一种控制饮食、避免暴食的简单习惯来使用。接下来介绍第5个习惯，人生顺利的习惯是尽量不生气，保持平和的心态生活。观察社会，我们会发现职场、电车、社交网络上，愤怒的人比比皆是，但生气几乎没有好处。研究显示，生气会让免疫力下降6小时以上，加速衰老。英国的一项研究让受试者观看战争场景等引发负面情绪的视频，结果发现免疫细胞如免疫球蛋白下降，很多人出现情绪障碍。相反，当观看诸如慈善等活动，能让心情平静的视频时，受试者的免疫功能得到改善。此外，仅仅让受试者做5分钟的关心他人的行为，他们的免疫球蛋白水平平均提升了41%。虽然1小时后会恢复正常，但随后大约6小时内会再次缓慢上升。由此可见，最不利的习惯是生气，其次是不停接触悲伤或负面信息，而有益的做法是观看让心情温暖的视频。更进一步的是，自己付诸行动去关心和照顾他人。因此，我们应尽量日常保持不生气，怀有同理心。同时，浏览网络时，避免过多接触悲伤或令人不快的新闻。
尽量多关注让人心情平和的好消息。这样一来，你们的免疫力就会不断提升。对于5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这也是预防癌症非常重要的习惯。接下来介绍第6个习惯，人生顺利的习惯是动作放慢，慢慢做事。大家知道吗？有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显示，在动物园看大象可以降低血压。研究发现，观察像大象这样动作缓慢的动物，会让人心情平静。世界上也有太极拳、瑜伽等节奏缓慢的运动和文化存在。研究表明，这类缓慢的运动对健康非常有效。测量在慢动作运动前后的心率、呼吸频率和血压的研究显示，所有指标都会恢复到正常范围。另外，还有研究表明，平缓而缓慢的运动能够促进创造性思维，因此在紧张、忙碌或时间紧迫时，进行平缓的动作反而更有益。当然，现代人每天都很忙，可能很难真正慢下来做事。这种情况下，只做一次深呼吸也能让心情平静。我们平时压力大时，呼吸会变浅且加快。如果注意到呼吸浅而快，只要有意识地做深呼吸，就等于在进行慢动作。深呼吸本质上就是将本来快速浅短的呼吸变得缓慢而深长，这对身心健康都有好处。接下来介绍第7个习惯，人生顺利的习惯是悲伤时也要尝试跳跃。人类的身体限于思维行动，也就是说，并不是因为开心才蹦跳，而是蹦跳本身会让人开心。研究发现，蹦跳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、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，也就是说，仅仅通过运动身体，我们就能获得幸福感。美国的一项实验将受试者分为2组，一组背部弯曲、垂头丧气的走路，另一组则大幅度地挥动四肢，充满活力的走路。结果显示，活力组的幸福感显著上升，而消极组的绝望感显著增加。进一步的美国研究表明，情绪可以通过身体动作来控制。研究让受试者模仿表达各种情绪的动作，并用功能性 MRI 记录大脑活动。结果发现，做像蹦跳这样快乐的动作时，会真的产生快乐的情绪。相反，做低落的动作时，会产生悲伤的情绪。因此，当心情低落时，可以在家里轻轻地蹦跳几下，这就能让心情逐渐积极起来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零意志力也能养成的超级习惯化技巧 Top 3。习惯如果开始了，却不能坚持下去，是没有意义的。然而，很多人往往会3天打鱼，2天晒网，半途而废。对此，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：习惯养不成，并不是你的问题。事实上，习惯养不成是人类本性中很自然的现象，单靠意志力是无法维持习惯的，因为我们的大脑和心理本身不喜欢变化。所以，当你尝试开始新的事情而缺乏动力，难以坚持，这完全是正常现象。相反，如果一开始就轻松顺利，那才是不正常的。心理学和脑科学已经明确指出，我们的大脑偏向维持现状。所以，当我们觉得开始新行为很懒散、难以持续时，这不是意志薄弱，而是大脑的默认设定。因此，接下来的方法将完全不靠意志力和精神论，而是基于全球脑科学研究，教大家如何更轻松、更自然地养成习惯。你是否也以为养成习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？但本书指出，习惯化完全不需要意志力。比如每天洗脸、刷牙，无意识地拿起手机，这些都是习惯。但这些习惯既不是被强制的，也不是每天付出巨大努力养成的。习惯化并非只属于意志力强或有特殊才能的人，只要掌握原理和技巧，任何人都能非常顺利地养成。而这些原理和技巧，就是接下来要介绍的习惯化3大原则：1、先行动；2、附着在已有的习惯上；3、利用环境。在本单元中，我将逐一简要说明这3大原则。第1条原则：先行动。我们人类常常难以行动，动不了，
这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不做，所以动不了。听起来很普通，但脑科学研究表明，只有开始行动，大脑中产生动力的部位才会被激活。我们的大脑没有一个开关能让你只按一下就立即产生动力，只有强行开始行动，才会逐渐激活侧坐核，启动我们的动力引擎。因此，先行动比任何事情都重要。当你想拖延时，哪怕只做一点点，也先开始。大脑有一个特性，一旦开始某个行为，就会逐渐投入其中，而这正是掌控动力的大脑里的侧坐核在起作用。要刺激侧坐核，不能光靠思考，必须实际行动。比如，你开始整理房间或打扫浴室，起初并不打算清理太多，但却发现自己清理了很多，这正是侧坐核工作的表现。一旦发动了这个引擎，大脑就会自动享受这个行为。当你想养成新习惯时，第一步总是最难迈出，但一旦开始行动，剩下的部分，大脑会自动帮你发动引擎。也就是说，简单来说，就是先尝试做任何事情，然后稍微坚持一下。这样一来，你的动力引擎就会逐渐启动，并越来越有劲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二条习惯术是将新习惯附着在已有的习惯上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已经养成的日常习惯，比如醒来后立刻喝咖啡，或者睡前刷牙等等。通过在已有的习惯上附加新的行为，就能轻松创造新的习惯。这就是所谓的附着在已有习惯上的方法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早上喝咖啡是习惯，可以在泡咖啡后顺手完成当天待办事项中的一个。如果你睡前刷牙是习惯，可以尝试在刷牙时记忆5个英语单词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以已有习惯为契机，可以更容易地让新习惯固定下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本书指出，并不是随意把新习惯附加上去就行。在日常习惯上附加新习惯时，明确目标非常重要。明确目标可以让你更有效地专注于实现目标的具体步骤。比如，如果你想保持健康生活，就可以把新的健康行为附着在已有的健康习惯上。此外，新习惯不需要耗费太长时间。研究表明，持续练习比练习时间长短更有效。举例来说，每周练习一次30分钟，不如每天练习5分钟更能带来持续效果。睡前通常很困，想尽快上床，将英语单词记忆附加在睡前刷牙时，不需要一次记忆50个单词，每天5个就够了。哪怕每天只做一点，坚持1年、3年后，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完全不同了。第3条零意志力习惯术是依赖环境，而不是意志力。人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的影响，我们的身体也会自动适应最适合环境的状态。换句话说，人的行为并非依靠意志力，而是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来控制。举例，本来决定今天不喝酒，但冰箱里有啤酒，可能会不自觉地喝掉。相反，如果打算大喝一场，但回到家发现冰箱空了，不想特意去便利店买酒，那么可能就直接睡觉了。这说明控制我们行为的不是意志力，而是环境。在行为经济学中，有一个概念叫助推，可能大家不太熟悉，这里简单解释一下。助推是通过研究行为经济学，调整环境以引导人们做出期望行为的方法。例如，在疫情期间，为了保持社交距离，地板上会画上鞋子标记，人们会不自觉地踩在标记上，从而自然保持距离。这也是助推的效果。在习惯养成上，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方法，利用环境改变自己，有意地调整环境，可以让人的决策和行为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试图完全依靠意志力养成习惯，容易产生压力和疲惫。当习惯养不成时，容易自责，陷入自我否定。但只要改变环境，就能不依赖意志力自然养成习惯。举例，如果想戒酒，就把冰箱里的酒全部清空，把酒物理性的放到够不着的地方，
你就能自然而然地戒掉酒，而不需要意志力。这个方法适用于任何想养成的行为，非常有效，强烈推荐尝试。不妨从今天开始，挑选1-2个小习惯试试，让自己一步步感受变化的力量。小改变累积起来，就是人生的大进步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